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等了3年，谭健次新剧终于定档，投行精英变生活白痴，王楚然这回把打工人演活了。Excel 算水电费，泡面炸厨房。谭健次、王楚然新剧合租互撕，投行精英变生活白痴。6月17日央八开播，220万人蹲守。爱情有烟火未播先撕，谭健次、王楚然合租照曝光，网友吵翻。这电费到底该谁出？等了整整3年，2023年7月杀青，2024年1月拿证，中间转了3次定档又3次改期，直到这几天，官宣终于砸下来了。6月17日，央视8套黄金档。腾讯视频同步开播，全网预约量已经干到222万。但比这个数字更热闹的是网上提前炒起来的一个细节。预告片里有个镜头，谭健次演的李亦菲，那个投行贵公子，沦落到合租后，居然拿 Excel 表格算外卖性价比。对面王楚然演的钱飞，那个背房贷背到崩溃的沪漂姑娘，为了省电，给热水器定了闹钟式的洗澡时间。谭木当时就炸了，有人说这种男的赶紧赶出去，有人说人家算的没毛病啊 ，AA 制就该清清楚楚。你看，光是一个电费怎么摊，这部剧的味儿就对了。谭健次这回演的可不是《猎罪图鉴》里那种高智商画像师。李亦菲这人设怎么说呢？属于那种除了赚钱啥也不会的典型。原先是投行圈里叫得上号的人物，西装穿得像高定模特，对人能把对方对到哑口无言。结果投资暴雷，家族信托账户直接冻结，5星级酒店套房住不成了，沦落到上网找合租。然后你就看到这种画面。这位老兄站在出租屋的厨房里，对着泡面锅发愁，把水烧干还把锅底烧穿了。抢浴室使用权能跟房东吵到脸红脖子粗，为了几块钱水电费跟你掰扯半天。高冷外表底下藏着的，其实是一个生活白痴的笨拙。这种反差，说实话比那种从头到尾完美的霸总有意思多了。王楚然之前被叫颜值天花板，不是没道理的。《庆余年2》里那个造型确实能打，但这次的钱飞完全不是那种美美的谈恋爱的角色，她是那种你在地铁里、在合租房里、在深夜便利店门口能碰到的姑娘。在投行熬了好几年，不是精英，就是个干活的，省吃俭用跟男朋友凑了首付。结果男友出轨，紧接着公司裁员，双重重击一块砸下来，房贷不能不还，只好把次卧租出去。然后阴差阳错招进来了全上海滩最难搞的租客。预告里有个细节我印象特别深，钱飞蹲在出租屋门口，手里攥着一沓账单，表情不是那种嚎啕大哭的崩溃，而是那种憋了很久想哭又觉得哭没用的拧巴。这种演法比大哭更戳人。配角阵容这次也挺有意思。杨童书，还记得《以家人之名》里那个温柔妈妈吧？这次直接反转，演投行圈里的女魔头方云，总监级别，气场全开。预告里就那么几个镜头，看人的眼神都带着审视，压迫感直接拉满。李乃文也在演李千胜，亦正亦邪的投行大佬。这俩老戏骨往那一站，职场那条线的质感就上来了，不是那种过家家的霸道总裁爱上我，而是真正有火药味的职场博弈。张浩伟演钱飞那个出轨的前男友，江佩瑶演她闺蜜，就是亲爱的、热爱的里那个孙亚亚。这次的角色据说特别人间清醒，专给闺蜜泼冷水那种。这剧最妙的设计在这儿，
李亦菲和钱飞不只是合租关系，俩人阴差阳错进了同一个投行项目组，对接一个叫山立方集团的上市项目。于是画风就变成了白天在办公室互相甩脸色、抢方案、拼业绩，晚上回到同一个屋檐下，接着抢浴室、抢冰箱里最后一盒酸奶。这种职场对手加合租冤家的双重身份，比单纯的同事或者单纯的室友都有张力。而且听说剧组为了还原投行真实状态，专门找了业内人士做顾问。不是那种穿个西装喊几个数字的悬浮职场戏，是真有加班到凌晨，方案被客户打回来17、8遍，为了抢项目玩命拼的那种窒息感。导演史成业拍过都挺好和《山海情》，最擅长的就是拍真实。据说为了这部剧剪了1:17版结局，就是要找到那种成年人之间最舒服的相处方式。这几年甜宠剧太多了，多得让人有点腻。爱情有烟火走的不是那条路。李亦菲没有从天而降拯救钱飞，她落魄的时候，是钱飞那间出租屋给了她一个落脚的地方；而钱飞职场受挫的时候，是李亦菲用她的专业思维帮他理清方向。这俩人之间不是谁拯救谁，是两个在人生低谷里摔得鼻青脸肿的人凑一块互相搭把手。预告片最后有个画面，深夜里两个人并肩走在路灯下，没说话，就是走着，那种安静比什么情话都动人。3年了，这部剧从2023年拍到杀青，中间历经3次改档。网传的播出时间从去年年底推到今年年初，又推到3、4月，直到这次板上钉钉了。6月17日，央视8套黄金档，腾讯视频同步播，一共40集，一天2集，预约量222万，微博话题阅读量早就破亿了。但说真的，数据是一回事，能不能真正戳中观众，还得看正片。不过光从预告片里那些 upscale 算电费、限时洗澡、泡面炸厨房的细节来看，这剧至少有一点做对了，他拍的是你我也许正在经历的生活。没有什么从天而降的霸道总裁，只有加班到深夜的自己。没有什么一见钟情的童话，只有在柴米油盐里慢慢焐热的那点真心。